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4季前情提要。敌沃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一步一步引诱白瑞踏进陷阱。巴士12人几乎全部遇难，拉尔夫的身体让敌沃免去了死亡的风险。最后一次交手时，敌沃抹除了凯瑟琳体内的冰霜杀手，也让威尔斯从一个天才逐渐变成了一个傻子。过量摄入暗物质非但没有增强智力，反而让威尔斯的大脑开始迅速退化，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失去智力。团队一直没有走出拉尔夫的死亡阴影，即便是经常丧友的白瑞也很难接受现实。敌沃得手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，为了找到敌沃的下落，希斯科也准备带上智力增强器。两个人同时开启头脑风暴，对抗敌沃肯定不会吃亏。威尔斯已经遭到了报应，他不想希斯科也变成一个蠢蛋，可为了不暴露自己智力退化的秘密，威尔斯只能先答应希斯科尝试一下。没多久，威尔斯就给希斯科量身定制了头盔。犹豫了一会儿，威尔斯启动了开关，无数个脑点子在希斯科的大脑中炸开。威尔斯故意没有完善头盔，以此来拖延一段时间。没有冰霜杀手的凯瑟琳也变得一蹶不振。警报忽然拉响，城市中再次出现了口袋维度，仅仅1秒就失去了踪迹。最后一个位置显示在了核弹人伯曼的关押处，这是唯一一个敌沃没有得手的巴士12人。白瑞打算今天就转移他的位置，没有冰霜杀手就没有人能冷却伯曼。按照惯例，白瑞又得找到斯纳特帮忙了。此时的地球 X， 里昂正在浇灭纳粹的残党。白瑞赶来后解释了所有的事儿。3人穿越缺口时，纳粹黑海妖紧跟而来，护送伯曼的计划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否则1颗核弹就会直接炸毁城市。白瑞自以为找来里昂帮忙会超出敌沃的预期，然而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都在敌沃的掌握之中，只不过转移地点出现了细微的偏差。玛丽斯等丈夫的真正回归等了10好几集，穿上自己最喜爱的裙子，想要和敌沃享受一下夫妻间的私生活，但敌沃早就没得感情了，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启蒙人类。妻子不过是帮助自己的工具人。另一边，白瑞和里昂完善着转移计划。里昂看出了白瑞情感上的不对，对抗纳粹的若干年中，里昂失去了18322个战友，其中3769个人是他的手下，成千上万条人命重重地压着里昂的灵魂。他告诉白瑞，想要继续保持清醒，就必须接受他们的死亡。几个人立刻起身去转移伯曼，谈话内容一字不差地通过声波传送到了纳粹金丝雀的耳朵里。白瑞带着法杖，时刻提防敌沃的偷袭。他谨记着里昂告诉自己的话，出发前每个人的体内都注射了一管防辐射药剂。里昂又告诉了白瑞，感情是不可控制的，你不去想他，他就会回来找你。卡车沿着指定路线正常行驶，白瑞跑在最前面开路。路上，里昂闲来无聊，又和凯瑟琳聊起了冰霜杀手，像个知心大妈，见谁开导谁。半路遭遇敌沃的袭击，敌沃利用肯迪和狼丁的能力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。白瑞和里昂进入了战斗状态，看着敌沃洋洋得意的脸，白瑞毫不犹豫敲响了法杖。声波的攻击固然奏效，但拉尔夫的能力也不是白给的，法杖对敌沃已经起不到效果了。敌沃利用拉尔夫的记忆再次戳中了白瑞的内心，就像里昂说的，感情会主动找上门。白瑞丧失了斗志，敌沃马上就要大功告成。黑海妖路见不平一声吼，不但打晕了白瑞等人，还打退了敌沃。凯瑟琳和伯曼被黑海妖当成了人质，还要准备把这颗核弹引爆。现在不但要对抗敌沃，还得对抗海妖。希斯科立马找威尔斯开发智力，他已经自己完善了头盔。威尔斯被逼急了，一膝盖踢烂了头盔，把自己智力衰退的事情告诉了希斯科。说出真相才是保护希斯科的唯一办法。他不像白瑞一样拥有闪电般的速度，也没有希斯科的震波能力。威尔斯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保护团队。现在智力正在衰退，他即将变得一无是处。敌沃这边也出现了他的意料之外的事儿，他推算的结果是白瑞打败了海妖，自己成功带走了伯曼。可白瑞却在关键时刻丧失了斗志，这是敌沃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失误。他的确可以计算出所有变量，但他计算不出人性感情，这是敌沃最缺少的东西。一切的根源都是白瑞忘不了拉尔夫的死。拉尔夫的死给白瑞带来了和以往不同的伤害。同一时间，海妖利用伯曼挟持了警局，辐射让所有警员中毒倒地。现在威尔斯想不出任何好办法，希斯科让他一旁休息，自己想办法。白瑞刚刚赶到警局，脚步声就惊到了海妖，人没到，声波就提前朝着白瑞袭去。海妖开始冲着伯曼狂叫，炸弹随时可能爆炸。里昂和凯瑟琳只拖延了几秒钟，现在白瑞必须打败心中的悲痛，保护身边的人。里昂在一旁鼓励着白瑞，闪电划过了白瑞的瞳孔，他立刻起身打倒海妖。里昂和凯瑟琳扛起了冷冻枪，迅速冷却了伯曼，有惊无险解决了麻烦。白瑞独自一个人跑到了警局实验室，哭着对赶来的乔说出了心声。拉尔夫那么相信自己，自己却辜负了他。看着他从一个痞子一步一步变成了英雄，
里昂和凯瑟琳默默地在门口没有出声。伯曼现在由莱拉接管，天眼会有最全面的安保可以保护伯曼。里昂临走前穿上了斯纳特的羽绒服，准备回去拯救自己的世界。这一行，他教给了白瑞什么叫做释怀。凯瑟琳偷偷给自己做了一份全面的检查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体内一直都没有暗物质，也就是说，冰霜杀手根本不是自己的超能力，而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。威尔斯也准备回到地球2，现在智力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。西斯科不想让自己的朋友在最无助的时候孤身一人，他答应威尔斯帮他恢复智力。只要齐心协力，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伯曼在天眼会享受着阳光沙滩，而这恰好是迪沃期望的地方。白天，白瑞因为感情影响了计划，现在迪沃更加确信，感情是影响人类进化的最大障碍。玛丽兹也更加确信，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自己的丈夫了。玛丽兹回想起了8年前的相遇。牛津大学的演讲中，迪沃讲述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。他认为人口饱和在浪费地球的资源，而玛丽兹一直站在造福人类的角度和他辩论。两个人从辩论变成了情侣。玛丽兹用自己的观点慢慢感化着迪沃。甜蜜的恋爱伴随着迪沃的一篇论文发生了变化。迪沃依旧主张自己的想法，他希望能重建世界的平衡，这需要消除人类的情感，消除人类对科技的依赖。玛丽兹发现他们不是一路人，选择了分手。之后自己到了非洲研发了净化器，可以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喝到纯净水。此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，在自己大有作为即将改变人类水资源问题的时候，迪沃求他回到自己身边。电话还没打完，非洲就遭到了轰炸。玛丽兹在病房中醒来，迪沃就坐在他的旁边。他们所有的研究随着战争全部葬送在了沙漠中。玛丽兹逐渐意识到迪沃的想法是对的，人性的恐怖会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毁掉整个世界。于是玛丽兹加入了迪沃的启蒙计划。不久后，西斯科收到了吉普赛的留言，老岳父催着他去继承自己的王位了，变成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穿梭者。威尔斯想到了一个计划，让西斯科的震波刺激凯瑟琳的潜在神经，试试能不能激发出冰霜杀手。但他忘了凯瑟琳体内根本没有暗物质，大脑的衰退开始变得严重。威尔斯不得不把真相告诉所有人。现在的威尔斯越是思考，大脑退化的就越快，团队越是在被迪沃瓦解，白瑞就越是不想向恶势力低头。他鼓舞着所有人一定要打败迪沃。迪沃这边已经悄摸偷走了特殊合金，用于打造自己的启蒙计划。迪沃不顾玛丽兹的劝说，强杀了无辜的安保人员。白瑞等人第2天来到了现场，除了一个尸体没有任何线索。丢失的合金可以吸收太阳的能量，西斯科的震波会被迪沃反弹，只有吉普赛帮忙才能震波出真相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乔希望威尔斯能分散塞西尔的注意力，怀有身孕的他不能出任何岔子。剩下的这段时间全力想办法对抗迪沃。吉普赛赶来帮忙，两个人想要同时震波一个东西，就必须身心合一。下一个目标在码头的集装箱，箱号却怎么也看不清。迪沃抢先一步带走了卫星，白瑞口袋维度传送到了北极。吉普赛和西斯科根本不是迪沃的对手。吉普赛发现了现在的西斯科不够专注，一定有什么事儿一直在困扰着西斯科。白瑞全力跑了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劝架。西斯科把老岳父的事情告诉了白瑞，继承王位就可以无时无刻和吉普赛在一起，但也会因此失去实验室的小伙伴，这就是他为什么无法专注的原因。另一边，塞西尔已经被威尔斯拉到了实验室，本应该是威尔斯帮忙照顾塞西尔，塞西尔的心灵感应却帮了威尔斯大忙。智力快速衰退的威尔斯记不住什么东西，在他忘记自己想法之前，塞西尔就可以读出他的记忆。两人开始打着配合，想办法对抗迪沃。白瑞这会儿找到了一人饮酒醉的吉普赛，把他拉到了西斯科的身边，想让两个人身心同步，就得化解他们之间的误会。同一时间，迪沃又一次偷走了设备，西斯科依旧因为心事震波不到迪沃的下一个目标。白瑞急得头上冒烟，人家小两口之间的问题他也不好意思过度插手。吉普赛想要的很简单，只是西斯科的一个答复，就这个最简单的答复已经折磨了西斯科几个星期。一边是爱情，一边是友情，西斯科受够了异地恋或者是异球恋，他不想当穿梭者，他只想和吉普赛天天在一块儿。人家马上就解开心结了。白瑞把他们拉回了实验室，白瑞想通了迪沃偷这些尖端设备的目的。迪沃准备同时打造数台卫星遍布地球表面，想要同时驱动这几个卫星需要一台量子计算机，恰好水星实验室就有这么一台。知道了迪沃的目标，众人提前做好了准备。白瑞瞬间偷袭了迪沃，玛丽兹也被西斯科提前控制住。白瑞丢出了闪电，击中了迪沃，配合着吉普赛，成功打得迪沃站不起身，西斯科却一瞬间分了神。吉普赛为了保护西斯科，放弃了控制迪沃，有了防备的迪沃根本不会被同一招打败2次。凯瑟琳突然冲了过来，冻住了迪沃，想要让迪沃把自己吓成冰霜杀手。迪沃很乐意效劳，反手就弄死吉普赛。所有人都被重力压得动弹不得。
吉普赛马上就要窒息身亡的时候，玛丽兹站出来阻止了他。如果迪沃再杀一个无辜的人，自己就会离开。迪沃被迫收手，打造卫星的工具迪沃已经全部集齐。白瑞这边的线索又断了，众人一筹莫展。威尔斯和塞西尔走了过来，根据迪沃偷走的东西，威尔斯查出了他的目的，塞西尔帮了大忙。5个卫星会对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造成冲击，其中的暗物质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大脑。所谓的启蒙计划就是把所有人的大脑重启，让他们和威尔斯一样智力退化。如果迪沃得手，全世界的人都会变成傻子。最后的时刻，西斯科也做出了决定，他打算留在朋友身边，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重聚，他必须留在地球仪，和朋友共生死。玛丽兹这会儿终于发现了迪沃的真正目的，一开始口口声声说是造福人类，现在迪沃却打算让所有人变成傻子，然后重新给他们注入新的记忆。迪沃的目的是统治世界。玛丽兹觉得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满嘴跑火车。她利用防护罩隔绝了迪沃，眼前的人已经不是她的丈夫了。玛丽兹带着轮椅离开了迪沃。晚上，女孩给塞西尔送来了婴儿用品，看见艾瑞斯的瞬间，女孩选择了离开。划过的闪电就像是白瑞和艾瑞斯的结合版本。我是瓜皮儿，下一期闪电侠第4季大结局。